完爆上海、苏州45个景点。这一次的完爆系列，我们来到上海跟苏州，都是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知名城市。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市，苏州则是有很多古典园林的水乡城市，两地也可以搭高铁或是地铁互通，只要半小时到1小时就会抵达。接下来会跟大家介绍几个知名景点跟实际走访后的推荐程度。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上海的景点，主要是一些商圈、老街跟百货，之后也会有影片分享一日行程的安排哦。南京路步行街是上海最早的商业街之一，它是一条很长的街道，有很多老字号商店跟大型商场，美食跟道地小吃的选择也很丰富，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霓虹灯光闪烁，可以感受到独特的上海风情。这边我给5颗星的好评，来上海绝对要来逛逛。外滩全长约1.5公里，可以从南京路步行街一路走过来，沿路矗立着52栋风格各异的古典建筑，有巴洛克式、哥德式、文艺复兴式等等。另外一面的话就是黄浦江，可以看到江上的船只跟浦东的摩天大楼，所以夜景也是非常壮观。这边我给4颗星，推荐跟南京路步行街一起安排个半天，逛到晚上，欣赏夜景也超棒。上海迪士尼绝对也是必去景点，里面有最高最大的迪士尼城堡，还有全球首座疯狂动物城园区，还原了动物方程式动画内的科技城市，超级身临其境。记得一定要先提前预订门票，详细的攻略请锁定之后的影片啦。上海迪士尼我给5颗星，一定要安排一整天来玩。从地铁南京西路站、石门一路站出来，就会到吴江路休闲街。它这个是一条不长，大约200公尺左右的小街道，但有很密集的商圈，很多道地的美味小吃都聚集在这里，有生煎包、小笼包、咖啡、甜点等等，非常好吃好逛。这边我给4颗星，可以安排1.5个小时左右来逛。金茂大厦是上海第3高的摩天大楼，标志性建筑之一，最高有88层楼，有观光厅，也是观景台。黄昏的时候上去欣赏夕阳跟夜景都很不错。假日的话，建议要先上网预订门票，很容易售完。这里我就没有上去参观，先给3颗星，可以安排半小时左右来到这边。东方明珠是上海很知名的地标之一，上面有很多层不同的观光平台，像是历史博物馆、餐厅跟360度的观景台等等，也有挑战高度恐惧的透明地板走廊。夜间的话有灯光秀，还有空中酒店。我这边推荐程度4颗星，要上去拍照需要排队，可以多预留一些时间在这边。正大广场是一个百货，汇集了很多国际品牌，也有写字楼、5星级酒店，是一个集休闲、购物、商务为一体的设施，也常举办各类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这边我给4颗星，建议安排2个小时左右来到这边逛街。BFC 外滩金融中心也是融合了办公、商业、酒店、文化艺术等等的设施，里面还有进驻了一些国际奢侈品牌、精品跟餐厅，会定期举办一些展览、音乐会等等的文化活动。这边我给3颗星，如果有想逛高级品牌，再安排过来就好。上海城隍庙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古老道教庙宇之一，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主要祭祀上海的城隍神秦玉伯。很多游客会去祈福、求财、保平安，这边我们就只有路过，就没有停下来参拜。上海老街是一条融合了老上海风貌、民俗文化跟现代商业气息的街道。原本在明清时期是上海的主要街道之一，街道两旁保留了很多当时的木质、飞檐桥角建筑，有卖一些传统工艺品、纪念品，也有很多本地的美食小吃。豫园商圈是豫园站附近的旅游商业区，中心的知名景点就是豫园，是上海现存最完整的古老园林。从刚刚讲到的城隍庙、上海老街可以一路逛到这边，这里有超多必吃美食，像是南翔小笼包、开洋葱油拌面、排骨年糕等等。我给这里5颗星，尤其推荐要在晚上来，超级漂亮。
武康路长约1.17公里，是一条文艺街区，有很多名人故居在这边，还有标志性的武康大楼。网络介绍也说这边有很多特色的咖啡馆、艺廊跟小众设计商店，但我实际逛过，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东西逛。我给这边3颗星。如果你喜欢历史建筑、参观故居，可以过来走走。朱家角古镇是上海著名的江南水乡古镇之一，誉为上海威尼斯。它距离市区比较远，要另外搭巴士或是搭车才能到。这边必逛放生桥，是全镇最大石拱桥。北大街则是保存最完整的古街，有卖很多地方特产跟手工艺品的商店，还可以乘坐乌篷船游河。其他也有很多特色景点跟美食值得品味。我给这里4.5颗星。风景很优美，商店街也非常好逛，推荐来走走。港汇恒隆广场是一座有商场、写字楼跟高级酒店的设施，里面有奢华的购物中心，还有休闲餐饮等等。百货很大，蛮好逛的，推荐给喜欢逛街的你来这边血拼。我给4颗星，可以安排至少3个小时在这边逛街。上海影视城是中国电影的拍摄基地，也是开放游客参观的景点。里面有模拟1930年代老上海街景的场景，也有展示影视服装、道具跟蜡像馆等等。园区里面还有武打表演可以欣赏，但我不太看陆剧或电影，所以我给3.5颗星。如果你是喜欢老上海氛围和电影文化，不妨安排这个行程。上海天子坊是一个结合传统跟现代的创意商圈，可以看到典型有着红砖墙跟木门窗的老上海住宅，也有很多文创小店，贩售明信片手工艺品跟饰品等等，还有很多画廊、工作坊、街头艺术装置，更是集合了很多特色的咖啡馆跟异国料理，非常好逛耶！我给4.5颗星，可以安排1.5小时左右在这边。思南路是一条历史文艺街区，两旁都是欧式花园洋房，也有不少名人故居，像是周恩来、孙中山跟梅艳芳等等。这边我也是看网络评价过来的，但我只会给1颗星，不太建议特别过来这边。淮海中路商圈是上海繁华的商业主干道，聚集了将近有20个购物中心，包括了上海新天地、巴黎春天、大上海时代广场等等。另外也有不少国际知名品牌在这边开设全球首店，还有一些精品咖啡馆、美食餐厅跟潮玩店。这边我给3.5颗星，商店很集中，好逛，停留时间可以安排至少3个小时左右。上海新天地保留了老上海石库门建筑群，融合了欧式时尚跟当代设计，分成了南里跟北里2大区块。北里的话有以传统石库门改造为主的特色商店，南里则是有精品、设计品牌跟餐饮的现代空间。新天地时尚购物中心是它附近的购物中心，结合了购物美食跟艺术设计。商店都是以设计师品牌为主，也有很多时尚风格选物店，我会给4颗星。如果你是喜欢独特的商品，可以来逛逛，这里的晚上很漂亮。环贸商场就在淮海中路商圈里面，它的外观是玻璃幕墙跟透明天棚，日夜逛起来都非常通透。里面汇集了精品跟国际奢侈品牌，还有生活潮流、运动休闲品牌等等，也有不少的餐饮选择。我也是给3.5颗星，停留时间建议安排2到3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些苏州的景点。苏州有60多座古典园林，世界闻名，也有经典水乡、古街跟各个名胜古迹。第一个留园，它是中国4大名园中最著名的，中央有最主要的池塘、假山跟亭子。东边的话有漂亮的走廊跟房间，西边是充满了山林造景，北边的话有盆景花园，让你有走到哪都能看到不同风景的感觉。这边我给4颗星，整个园区整体不大，很适合拍照打卡。
寒山寺是一座有超过1400年历史的佛寺，因为诗人张继写的名诗《枫桥夜泊》这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闻名天下，也能在寺内桥中祈福，据说非常灵验。枫桥呢，就是寒山寺旁边的一座古桥，是唐宋时期就有的石拱桥，也有游船可以行进桥下，就能重现诗中的意境。这边整体我给4颗星。也是适合走访、拍拍照的景点。金鸡湖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内湖，这边就像一个公园，很多居民会在这边散步。但因为我是冬天来到这边，很冷，也没有什么人，这里我只会给1颗星，非常不建议特别来这边。山塘街全长总共大约有3.8公里，是一条已经有1000年历史的老街。这边可以看到典型的江南风貌，像是白墙黑瓦的老宅、石板路跟小桥流水，可以来这边散步、搭船游河、吃小吃、买纪念品。尤其推荐晚上的时候来，超级漂亮。我会给这里5颗星，建议可以安排2到3个小时来这边走走哦。同里古镇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3大水乡之一。古镇被河道切成有7座小岛，有很多座古桥，家家都是与水相依的江南风格。很推荐走访其中的9大景点，像是退思园、崇本堂等等。你也可以搭船游古镇，我会给这边5颗星，值得留半天的时间在这边走走逛逛。苏州中心购物广场，这个是苏州最大的购物中心。商场里面有挑高中庭、户外天台花园跟水幕墙，总共约有600多种品牌进驻百货。亲子娱乐的功能也很齐全丰富，有攀岩马术体验、溜冰场跟娱乐场所等等。我给这边4.5颗星，你也可以留半天在这边逛街。拙政园是中国4大名园之一，里面有一大片的水池，建筑都是环绕着水池而建，还有亭台、长廊、假山跟植物，风景如画。每一区都有不同的设计，堪称一步一景。庭园花卉也有4季主题，各有不同特色。这边我会给5颗星，建议停留时间抓在1.5个小时左右。银江路文化街区是苏州最完整的历史老街之一，沿途有水道跟街道并排，充满古城气息。商店街也非常长，有文青小店跟博物馆，还有文创店、书店、茶馆等等，非常推荐，我给5颗星。停留时间建议安排1.5个小时以上。观前街长度大约800公尺，是苏州最早的商业步道街，有松鹤楼、德悦楼这些200年以上的老店，还有老字号商店、大型购物商场。晚上会点满红灯笼，充满夜市气氛。我会给4.5颗星，虽然范围不大，但品牌跟美食都很不错。接下来要补充一些上海没有拍摄到的景点，另外再跟大家介绍，也可以考虑安排进行程内哦。宋庆龄古居原本这边是1920年代由美籍船长建造的欧式转母假3层小楼，后来成了宋庆龄最喜欢的住所，被他称为可爱的家。现在有开放游客参观，一定要预约，探索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与家族历史。诺曼底大厦现在又叫做武康大楼，整体外观很像欧洲的古典建筑，建筑呈现三角形，在路口就可以看到一艘船头，非常独特。它曾经是一个高级公寓，也住过不少名人，现在也一样，还有人居住，是上海保护得很好的一栋历史建筑。泰晤士小镇是一个仿照英国风格打造的小镇，还有牛津大学风格的教堂跟泰晤士风格的运河，走在街上就像来到欧洲，很多人会来拍照打卡、拍婚纱、电影的地方。天安千树，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也被称为上海的空中花园或城市里的森林。它的外墙种满了树跟绿色植物，数量有超过1000棵，所以得名千树。内部有可以购物的商场、餐饮、艺术展览跟各式品牌。张园原本是张姓富商的私人花园，当时有电影戏剧表演、西式建筑，还被誉为海上第1名园。后来转变成为居民社区，改建成一排排的石库门住宅，加入了很多的咖啡厅、艺术展空间，很适合散步拍照。
上海静安寺是一座古老佛寺，建筑风格融合传统唐风跟现代元素，屋顶有金色的琉璃瓦，非常气派。寺庙里供奉着巨大的玉佛跟铜钟，是上海重要的宗教与文化地标。七宝老街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沿着一条小河展开，两岸有黑墙白瓦的老房子，有些是古迹，有些是改成商店茶楼或是小吃摊，可以吃到很多上海跟江南的特色小吃，也有一些老寺庙、钟楼、书院等等。徐家汇天主教堂是上海最主要的天主教堂，风格是哥德式建筑，有高耸的尖塔跟精美的彩绘玻璃。每逢主日跟节日，很多信徒都会来这里做礼拜。上海野生动物园这个园区非常广大，有超过600种，约6000多只的动物。这里的特色是采用半开放式和自然化的饲养方式，所以动物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另外，游客可以乘坐游园车近距离的观察动物，也有表演秀、儿童乐园区跟很多互动体验区，四季都有不同的动物活动。最后，我要补充一些苏州没有拍到的景点，也可以列入行程安排的参考哦。玄妙观是一座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道教庙宇，建筑融合传统的中国宫殿风格，有精美的雕刻，经常会举办各式道教活动跟庆典，是上海的道教圣地。苏州古运河是江南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从隋唐时期就有了，历史非常悠久。风景有典型的古建筑、小桥流水、石板路。运河旁边也有茶馆、手工艺品店跟美食小吃，你也可以乘坐游览船运河。苏州博物馆靠近拙政园，收藏了大量的苏州地区历史文物、书画、陶瓷跟工艺品。除了展览，博物馆的本身建筑跟园林设计也很美。想要进去参观，一定要先预约，而且名额非常抢手，建议大家在出发的7天前，早上8点就要赶紧抢票。狮子林是中国4大名园之一，以假山石闻名。园内布满了错综复杂的石峰跟洞穴，形态各异。游客可以穿梭在像迷宫一样的石洞跟小径，探索狮子林不同角度的美景。还有精致的亭台楼阁、池塘跟古朴的建筑，充满诗意，就像一幅山水画。中国昆曲博物馆，这个又叫做苏州戏曲博物馆，是专门介绍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昆曲的文化博物馆。昆曲起源于苏州，是中国最古老、最优雅的戏曲形式之一，被誉为百戏之祖，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展出了历史起源、戏本、服装、道具和音乐，还有多媒体互动设施、昆曲表演跟讲座，让游客更能了解到昆曲的风采。苏州城墙博物馆是一座专门介绍苏州古城墙历史和文化的主题博物馆，主要展出从春秋吴国时期到明清以来的演变，结合了模型、实物、文字和多媒体展示方式，可以实地看到当年城门、箭楼、护城河的样貌。虎丘山风景区是苏州最有历史也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点之一，最有名的是它山顶的虎丘塔，也叫做云岩寺塔，是因为它的塔身微微倾斜，所以又被称为中国的比萨斜塔。整个风景区不大，但内容非常丰富，有古墓、剑池传说等历史遗迹，也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园林景致，非常值得一游。以上介绍完上海、苏州的45个景点，你准备好出发了吗？之后也会分享上海、苏州一日游的详细介绍影片。下一集我们会带来第一次中国自由行的行前攻略，如果你是新手，千万不要错过。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喜欢影片也欢迎分享、按赞、留言。